观之道为使者，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挚友小关，很高兴再次与大家见面。提及让人闻风丧胆的疾病，癌症当属第一。但是根据国际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的报道，在1990年到2017年这37年间，中国致死原因排名第一的却是中风。脑中风又名脑卒中，主要是因为脑内动脉狭窄，或者是出现闭塞和破裂等情况，进一步就会引起脑血液循环发生障碍，时间久的话还会导致大脑永久性功能障碍。而临床上，脑中风又可以分为缺血性脑卒中及脑梗塞和出血性脑卒中及脑溢血两种。中国大约12秒就会有一个人患上中风，每21秒就有人死于中风。中风到底是怎样一种感觉？英国牛津大学临床神经科学系乌多基什卡教授在《柳叶刀》发表的文章中，记述了自己突患中风前后的身体变化。经历中风的乌多基什卡教授坦言，即便作为专业的神经康复科医生，他也是在自己患病后才真正了解了中风的痛苦和无助。基什卡教授说，当时他62岁，虽然现在距离中风已过去了3-4年，但回顾那段经历，仍会陷入深深的无助。我像往常一样在外面夜跑，突然感到右脑疼痛，左半边肢体有轻微的无力感，并伴随感知丧失。因为当时天很晚了，我第一反应就是回家。到家后，我没有告诉家人发生了什么，继续在办公桌前工作。第二天一早，我发现自己居然躺在地板上，有一只眼睛看不清，一半身体麻木。我吓坏了，甚至不记得前一天晚上是怎么跌倒的。我不能动，也发不出声音。那时惊恐的感觉才涌上心头。中风对身体和心理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基什卡教授的想象。下面我们共同体会下基什卡教授总结的6大感受。1. 半边身子不像自己的。景象学检查显示，基什卡的大脑右侧基底神经节区域有大量出血。基什卡本以为左半边肢体虽然麻木，但仍会有知觉，现实却是他完全没办法感知到它们，仿佛左半边肢体不再是身体的一部分。有一次，他以为自己抬起了左臂，其实是理疗师帮忙抬起来的。2. 看东西像在看恐怖电影。我认为视力受到的影响只是看东西模糊，事实却是我会看到一个边缘呈红色锯齿状的黑洞。当我看某个人时，他的半张脸就会消失在黑洞中，这种感觉就像看恐怖电影。3. 恐慌，强烈的焦虑感。除了身体，基什卡的心理状况也变得糟糕，各种不悦的经历不断在脑海中闪过，精神过度紧张，以致焦虑和恐惧，担心从床上、轮椅上摔下来，再次发生脑出血。4. 沟通变得艰难。基什卡的交流能力也在急剧下降，想表达复杂的需求，却连把头摆正、坐下这些最简单的沟通都做不好，自己会喋喋不休说个不停，根本听不进别人讲话，难以控制面部表情，再也无法微笑着回应家人。5. 康复过程伴随持续的疼痛和疲劳。康复过程极具挑战，常常是简单动一下就让人筋疲力尽。当基什卡终于可以尝试站立或走几步时，肩膀和臀部又开始疼痛，不知为什么他失去了触觉，却会有痛感，且比中风前更强烈。持续的疼痛让入睡变得困难，感觉医院的噪声、机器的运作声都被放大了数倍，无法保证良好的睡眠，也间接影响了我的康复能力。事后基什卡回忆说，当时感觉不适后直接回家的做法并不明智，而应该马上寻求医疗救助。中风的恐怖还不止这些，很多网友也都深有体会。网友 A， 父亲就是这样走的，2次复发，迷信算命，想太多，压力大。我当时想我应该对他没什么遗憾，不过也可能是没有沟通交流。其实当时一直走不出父辈家长制的阴影，我是90后中段，父亲还是老一辈思想，经历过的也是80后经历的，还是觉得没什么话说。事后预防为先，有以上症状可能几天就会出事。网友 B， 我经常性闭眼就失去平衡，
比如洗澡时闭眼低头洗头发，会忽的一下子失去平衡，但不至于跌倒的程度。网友 C， 最惨的不只是生理，还有心理和神经，是作为一个人的尊严。中风虽然恐怖，但却是可以预防的。首先我们需要认识中风是从哪儿来的，中风多半是拖出来的。在发生脑卒中之前，许多人会有一些小中风症状，症状较轻，并发短暂且症状常见，所以常被大家忽略。若置之不理，3个月内中风几率可达30%至50%。另外，身体4个部位也会发出中风信号，具体特征如下。第一处，手指。很多人都会有手指发麻的情况，尤其是老年人更为常见。但是若是突然手指发麻，还伴有合不拢的情况，就要小心了，这很可能是短暂脑缺血发作的征兆。首先是一只手或另一只脚失去感觉，然后是一只胳膊、一条腿、半边脸或半边身体变得麻木，但也有的只是几根手指隐隐刺痛，手不听使唤，手指攥拳无力等。第二处，舌根。患者若是出现脑动脉供血不足时，就会感觉舌根发硬，说话不利索，含糊不清，出现语言障碍，这都是影响了大脑皮层的语言中枢所致，且还会表现为喝水容易呛水，吃饭容易呛着，易咬到舌头等等。这时一定要谨慎，及早去医院检查。第三处，面部。由于脑中风是发生在脑血管处的病变，所以当病变累积到了神经时，就会导致人体出现面瘫等症状，这时就会表现出睡觉单侧流口水、吹不成口哨等表现，甚至还有短暂性黑蒙，看不见东西，数秒钟或数分钟即可恢复。有的人还会伴有恶心、呕吐、头晕、意识障碍等等。第四处，下肢。双腿或单腿软弱无力，即使在平地也会摔跤，因为不论在大脑的哪个半球出现病变，都会导致病变对侧偏瘫，其程度可有轻有重。这时肢体感觉就会出现异常，如腿脚不灵活、无力，这时要警惕，很可能是缺血性脑卒中的信号。下面这3种行为是患脑中风的幕后推手，在平时我们要尽量杜绝。1. 懒。现代人偏懒，经常懒得运动以及懒得喝水，这都是导致脑中风的危险因素。长期不运动不仅会使血液循环减慢，还容易导致大脑、心脏的供血，增加血液粘稠度，易产生血栓，加速脑梗。不爱喝水会加速血粘稠，产生血栓。2. 贪，这里指的是贪吃。现代人偏爱一些重口味食物，如油炸、腌制类，这些食物会升高血压，加速高血压性心脏病死亡，卒中死亡的危险。3. 熬，不光是肉体煎熬，心灵煎熬也同样会导致脑卒中。情绪过于激动或者压抑，会导致血压升高，血管剧烈收缩，加速心脑血管疾病。气血通不中风，中风的风是内风，和肝的关系最紧密，肝郁化热，火气上来就会耗损阴液。热极生风，风会携痰湿进入脑子，引起中风。中医有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的说法，认为气行则血行，祛风要从治血开始。因此气血相通是预防中风的关键，常做中医导引术，即可使全身气血相通，清浊升降有序，对预防中风和后遗症康复非常有帮助。北京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员魏玉龙教授给我们介绍了五行掌理的4个招式，勤加练习可以预防中风哦。1. 推法平肝风。做推法的时候，脚跟不能离地，起合展的时候吸气，推的时候呼气，左右各做5次。脚尖往上挑是推法里很关键的动作，可牵拉动肝经，以达到平肝潜阳的目的。2. 唾法去心火。在推法的基础上加一式就是唾法，转身的过程中做了掌根后伸的动作，牵拉手少阴心经，通过调节心经来调节心功能的作用。3. 捏法宣肺气。两臂展开，打开胸廓，均匀呼吸。食指的末端是根基，身体的阳气不足，食指的末端就会发凉发白。通过对4肢末端的牵拉，把整个精气牵拉开，
通过捏法和环转力加强肺经的牵拉。4. 圆法去胃着，同侧的腿和手举起，手翻转，脚尖朝下放下，手起的时候吸气，手落的时候呼气。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要站稳，如果站不稳，抬脚的动作换做脚尖点地更安全。动作要循序渐进，慢慢的会越做越标准，做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观友们可以在视频下方给小关留言，喜欢小关的别忘记点击订阅哟。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